它擁有雙龍的威名，是浴火重生的鋒芒。作為格鬥樣式的高達，雙爪制敵是它的霸氣，中距反擊是它的底氣。喲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這裡是解析系列。上期我們看了陸適應的近戰宗師，這台單爪破敵、據點壓制的王者，最終也被拆解。而這期我們要來看看他的重生，看看他是怎麼成為宇宙格鬥雙龍浴火的。好，在開始之前，老規矩，看一下影片的目錄。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從廢墟中站起來、宇宙近戰超厲害的機體。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作為流星作戰的近戰王者，神龍高達憑借他的身手加那龍爪烈焰，也成功把 OZ 據點一個一個的掀了。但面對 OZ 那無止境的兵力，也讓神龍高達力不從心。而當把戰場從地球搬到宇宙後，那就更糟糕了。對於本來就是為地面設計的高達來說，宇宙這種無重力環境搞得神龍高達說機動，機動不行；說攻擊，攻擊也出現死角。加上還缺油缺子彈，在月球周邊的決戰中，張武飛開始了盤算。為了可以讓神龍高達解決致命短板，他來了一場大膽的豪賭，那就是直接突襲月面基地，然後故意被擒，目的就一個，送給被 OZ 拘禁的五位博士。而五位博士收到後也是羞到牙擦擦，直接開始了秘密改造。就此，我們的主題誕生 ：XSXG01X2 雙頭龍高達。這是一個以宇宙格鬥適配為核心的方向，以針對性強化、全面升級的重生，所以整台機體都做了脫胎換骨的調整。首先，當年單龍出海改成了雙龍出海，兩隻手臂都可以伸縮自如，加上高達尼姆合金爪子，一爪一個準，再搭配上雙腕火焰噴射器，雙火齊噴，敵人想跑，食懵你咩？而它最實用的升級，那就是機動系統的革新。不但強化了推進器，連姿勢控制噴嘴也做了強化，小腿還追加了輔助推進。從此，宇宙的走位靈活度起飛，可以跟敵人玩起了轉圈圈。另外，它的背部還多了一對可動翼，在可動翼的中間還追加了一個光速加農炮，也成功解決了宇宙死角問題。中距離遇到敵機或者導彈，直接就可以開炮。誰說近戰必須貼臉的呢？而最後就是武器的升級，原本的光速長槍改成了3x級長槍，長柄設計兼容範圍和威力，劈桿突刺樣樣行，讓近戰壓制力再上一個台階。當然，所謂強者都會一波三折，他跟地獄死神一樣，由於月面基地遇到了特列斯派的攻擊，雙頭龍高達在僅完成70%的狀態下，被張武飛緊急帶出，然後到了很後面進入和平號後，才在霍華德的幫助下，讓機體成為了完全體。對比地獄死神，不得不說，迪奧真的是好駕駛員呢。好，這麼一台浴火重生、宇宙近戰牛逼的高達，究竟是怎麼設計的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這台進化版雙頭龍高達的設計部分。在這裡說一下，由於身軀和駕駛艙這兩個位置的變化不大，所以講到這個位置時會直接一句帶過，不做總結。全高為16.4米，重為7.5噸，裝甲材質為高達尼姆合金。在整體的設計上，從原來的白藍配改成了白綠配。從視覺上來看，更加的厚重凌厲，少了幾分人形的柔和，多了幾分兵器的鋒芒。老樣子，我們從上往下看，頭部，宇宙近戰的精準感知中樞。雙頭龍高達的頭部屬於是在神龍高達的基礎上做了針對性的升級。主要升級的核心定位在於把地面近戰輔助升級為宇宙精準感知，既貼合了戰場的需求，又實用不多餘。整個頭部的造型上設計依舊是簡潔利落，在保留中國將士頭盔的基礎上，邊緣的裝甲做了微調，臉頰的兩側有龍牙造型，兩邊也做了細節化處理，塗裝也以白綠主調。從視覺上來看，更顯宇宙兵器的凌厲感。在頭頂和雙眼的位置依然是主攝像和雙眼攝像組合，不過後方以縱向排列的方式，又多追加3個偵測攝像，
這也讓後方的警戒能力翻倍。在宇宙中可以觀察後方的一切攻擊。在主攝像的下方依然是 V 字形天線，不過做了強化，變成了更粗的雙重天線結構，信號接收的範圍更廣，抗干擾能力更強。只要搭配好格鬥視野，宇宙適配更優化，數據傳輸更快速，可以實時同步敵機的動作弱點。在 V 字形天線的兩側依然是火神炮，口徑和威力上跟神龍高達沒有區別。當然，它依然也是本機唯一的實彈武器，定位以牽制為主。在火神炮的下方是板狀排氣口，不過做了擴容，散熱效率更高，既能保障火神炮散熱，也能讓各類摄像在高強度的宇宙戰中更為穩定。好，頭部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：雙頭龍高達的頭部是感知強化、防護適配、武器實用的宇宙近戰中樞。後方的3個攝像感應解決了宇宙死角隱患，強化的天線提升了抗干擾能力，保留的火神炮優化了戰術配合，頭部的每一處的改動都精準對接了宇宙戰場的需求，沒有多餘的東西，只為近戰精準制敵而服務。接下來我們往兩邊看，手臂雙龍核心模塊。如果說神龍高達的手臂是地面破防的利器，那雙頭龍高達的手臂是宇宙壓制的王牌了。左右手完全對稱，以雙龍爪為核心，搭配着升級的武器盾牌，攻防一體，近戰能力直接翻倍。在肩部的兩側依然是格鬥視野，不過做了全新的強化。肩部裝甲依然是框架型，屬於是留空設計，框架內部依然帶有推進裝置，不過做了強化，啟動時破綻更小。在左肩的位置是一個圓形小盾牌，性能跟神龍高達一致，可以阻擋光束炮直擊，而它的用法其實跟扎古差不多。塗裝也從藍色改成了紅色，跟機體整體的風格貼合。雖然使用起來比以前麻煩，但需要時也可以跟以前一樣拆卸，然後當飛碟一樣丟出去，常規 MS 一擊就能破壞。在肩部框架的內部就是手臂了。手臂沿用的是神龍高達的2段式伸縮結構，但伸縮的範圍更大，展開的速度更快，就算在無重力的環境下，也能精準控制伸縮的角度，既能筆直的突襲，也可以多角度彎曲夾擊。整個手臂都做了輕量化的處理，不過由於裝甲是高達尼姆合金，所以靈活度和防禦性完美做到了兼容。在手腕的位置是它的龍爪，雙腕都有。对比神龍高達的龍爪，3爪屬於是變形式，而雙頭龍高達的龍爪屬於是一體式。這種設計的好處在於展開的速度更快，而且爪前的尺寸變小了，但鋒利度、咬合度卻大幅提升，就算是重型 MS 也難以掙脫。在龍爪的兩側是它的火焰噴射器，威力直接提升了4倍，雙火旗噴的情況下，覆蓋的範圍更廣。中距離攻擊或者是掃蕩敵方的據點都沒有問題，哪怕是白色獠牙的主力機一樣係濕碎。好，手臂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：雙頭龍高達的手臂屬於是雙龍加持，威力暴增，攻防兼容的核心戰力區。雙龍爪實現了中近雙距壓制，盾牌的保留不但可以應急防禦，也可以輔助攻擊，這也讓這雙手臂完全延續了近戰制霸的設計理念。對比神龍高達，它也彌補了單爪的局限，成為了宇宙戰場的橫掃利器。好，接下來往下看腿部，穩定支撐的模塊。從表面上來看，雙頭龍高達的腿部看似變化不大，但每處的改動卻應對了宇宙格鬥。其主要核心是提高機動，強化穩定，讓上半身的超強火力可以擁有足夠的支撐。對比神龍高達，雙頭龍高達的腿部明顯大了一圈，主要是為了接納新增的推進設備。也因為這樣，所以腿部的承重能力也有所提升，能穩穩地支撐雙爪、武器和背包的重量，確保機體高速移動或者被重擊時不會因此而傾倒。在膝蓋的位置是一個做了加粗處理的裝甲，讓其覆蓋的面積比以前更廣，不但關節的保護提升，就是對宇宙戰場的高速撞擊也絲毫不怕。在關節處也追加了姿勢控制噴嘴，而在側面是一個新增的大型推進，在小腿的後方還有一個輔助推進，
3類推進在搭配的情況下，可以讓本機在宇宙中的轉向、急停、閃避更為靈活，姿勢調整更快，就算做了大幅的格鬥動作，也不會失去平衡。而在小腿的前端，延續了神龍高達的龍牙設計，既保留了中國風元素，又能優化流線型，減少了宇宙飛行時的阻力。好，腿部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雙頭龍高達的腿部是機動強化、穩定支撐、防護升級的宇宙模塊。新增的推進器和姿勢控制噴嘴，完美解決了宇宙機動短板。加粗的裝甲提升了本機的耐久性，強化的承重也保障了火力輸出的穩定。看似低調，實則關鍵。這也是雙頭龍高達在宇宙靈活格鬥、穩準壓制的重要支撐。接下來，我們再往後看推進背包，這是一個動力與火力的樞紐。雙頭龍高達的背包可以說是絕對的進化關鍵。它不但解決了宇宙動力不足的問題，還新增了中距離的攻擊武器，直接讓本機從純近戰升級到了近中兼顧的作戰底氣。在背包的兩側是它新增的多方向推進翼，以飛龍翼的方式設計，其內部是6具可動噴嘴，每個都能自由變動方向。在背包的下方是它的大型推進器，由於已經做了強化，搭配着推進翼，既能保證宇宙空間的靈活性，又能維持格鬥的穩定性。另外，推進翼可以根據戰場的狀況可動，所以高速突襲還是精準格鬥，它都能配合。在推進背包的上方是一個一體化的武裝，名為2連裝光束加農炮，炮軸可以自由旋轉，以類似於龍爪的活動關節，能伸縮也能轉向，完美解決了宇宙戰死角的問題。另外，這一門炮的連射功能也很優越，就算雙臂龍爪沒法做到的範圍，它也能做到，是真正的獨立射擊牽制，和頭部的火神炮形成了遠、中、近3層的牽制網。好，背包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雙頭龍高達的背包是機動核心，多方向推進翼徹底解決了宇宙的機動難題，2連裝的光束加農炮填補了攻擊的空白，兩者一體化的設計讓其互不干涉，讓機體既能宇宙靈活走位，又能應對距離突襲，實現了近可格鬥、中可壓制的全面戰力。好，最後一個身軀。身軀的變化不會太大，我這邊就簡單帶過。雙頭龍高達的身軀跟神龍高達一致，也就是塗裝上做了修改，從藍紅配變成了綠紅配。胸部裝甲依然是高強度的高達尼姆合金，兩側留有軀幹的散熱排氣口，中間是它的格鬥視野，在腹部的位置是它的駕駛艙，跟神龍高達一致。好，看完這台機體的設計以及特性，那它的實戰情況如何呢？接下來，我們一起看看雙頭龍高達的戰役部分。首先是首戰，雙頭龍高達啟動，回到宇宙的神龍高達依舊努力的對抗 OZ， 但由於本身是陸戰機，打起來也非常的吃力。最後在一發鐳射炮的攻擊下，連手臂都斷了。為了留一條命繼續對抗 OZ， 神龍高達直接叉腰逃跑。這時候的神龍高達不但到了極限，連宇宙適應也很難做到。為了可以修復改造，張武飛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，那就是直接來到月面基地，然後以不反抗的方式吸引了茲巴諾夫回收。而回收後的神龍高達也被解體研究，但好在解體後的殘骸被5位博士撿走，也悄悄地重新改造。而就在機體接近完工時，雷帝和茲巴諾夫開始內訌，特列斯派也開始攻擊月面基地。在這種熱鬧的情況下，地獄死神高達、雙頭龍高達都提前啟動，要不要現在就走？迪奧問道。走，俾碌招佢好嗎先呢？說完，轉身兩手一伸，直接插爆2台敵機的頭。隨着戰火的蔓延，2台機也各自離開。接着是第2戰，張武飛的覺悟。逃出月面基地的張武飛回到了龍族的殖民地，也開始了修煉。畢竟張武飛覺得雙頭龍高達太霸氣了，自己還沒有對應的實力來操控雙頭龍高達，而他的老師告訴他，人的力量來自於人的內心，只有戰勝內心才可以打倒敵人。那正義是什麼呢？張武飛問道。你這傻孩子，所謂正義就是你自己，不要騙自己，不要出賣自己，按你的路走就是了。而就在此時
OZ 宇宙軍也已經追到了這裡，開始攻擊殖民地。張武飛立馬駕駛雙頭龍高達，就在敵人經過一個建築物時，一個龍爪爆頭，光速加農炮射擊。我靠，他在那裡！敵人喊道，開始全體射擊。雙頭龍高達跳起空中衝砍，一個龍爪擒拿，再補一刀。而此時在殖民地外圍的 OZ 軍也開始攻擊殖民地。只見雙頭龍高達衝出宇宙，一刀一個，見機就刺，然後光速打外圍。高達的機師聽着，你最好別動，你敢打我們，我們就打你後面的殖民地。張武飛也開始猶豫了。此時的超老師為了不成為張武飛的軟肋，走向了自爆控制台。在按下自爆裝置後，整個殖民地開始爆炸，就此殖民地消失。張武飛也開始暴怒，一個轉身，憤怒衝刺，一刀把控制鍵砍斷。緊接着是第3戰，雙頭龍高達 vs 飛翼04。目睹了超老師的就義，張武飛怒砍敵軍，一個圓月砍掃蕩敵軍，也開始了無雙其餘的部隊。OZ 軍沒有辦法，只能撤退。此時的萬年和平號也到達了 L5 區域。傑克斯通訊過來，說道：“我是傑克斯，見一面吧。”張武飛一看，飛翼04，我想跟你聊點事。話未說完，張武飛就一掃把拍了過去。你有病吧？我又不是你的敵人。說完，把槍一丟，以表誠意。張武飛不管，直接砍，被飛翼04格打。你有完沒完？聽不懂人話嗎？張武飛一邊刺一邊說：“能打贏我，我就聽。”飛翼04直接抓住長槍，被雙頭龍一腳踢開。這麼想打架，那就來吧。說完，飛翼04抽刀。雙頭龍高達衝砍被飛翼04避開，飛翼04衝砍也被雙頭龍高達避開，然後兩機直接對衝，啊滋！雙頭龍高達把手一舉，龍爪衝刺，這死神經病看來沒槍不行啊！飛翼04邊躲邊拿槍，此時04系統啟動，一炮就射爆了和平號，原來是預測，嚇得傑克斯想丟槍，結果一個龍爪爆頭，又是預測。此時的雙頭龍高達正甩着槍準備衝過來，飛翼04直接一槍插過和平號。看到失控的飛翼04，張武飛選擇了離開。接下來是第4戰，月面基地鎮壓。上一場戰役結束沒多久，茲巴諾夫就被抓了。白色獠牙開始崛起，就在抓捕過程中，茲巴諾夫啟動了機動人偶，兩隊人馬也開始打了起來，而雙頭龍高達也來了。只見一個龍爪帶走一個頭，然後雙龍爪帶走2個，只要有戰爭思想的人都得死。張武飛說道。然後一個大圓月揮砍，砍倒一片，再一個龍爪射擊，不管3721，砍了再說。雙龍頭火焰直接燒了一片，不管是哪一邊都得死。就這樣，整個月面基地都被破壞了。接下來是第5戰，殖民地混戰。OZ 和白色獠牙的戰爭開始蔓延到了殖民地。就在雙方激戰時，殖民地也開始了光速群射。此時的雙頭龍高達又來了，直接雙龍出海，穿透敵機，然後衝向殖民地，邊衝邊砍，速度之快無人能及。然後閃着光速前進，見機就砍，把機動人偶全滅，然後一個高速衝刺，用火神炮把炮台打爆，全部都給我放下武器。此時諾英趕來，問道：“你還記得我嗎？”“哦，是那個女人。”張武飛回答道。此時的諾英希望張武飛可以跟他一起戰鬥，為了和平的理念。不過張武飛並不願意。對於張武飛來說，他有他的理念，也只想一個人去戰鬥。說完，雙頭龍高達直接離開。接下來是第6戰，出戰天秤座。經過了上一場戰役，張武飛來到了天秤座，白色獠牙也發現了他。只見雙頭龍高達揮刀掃砍，左右橫砍，越來越接近了。宇宙不需要這些東西。白色獠牙看着高達接近，打算用雷射炮。只見全部炮塔打開，雙頭龍高達邊躲邊前進，雙手控槍砍擊，然後回頭一標槍射爆遠處的敵機。此時所有炮台都已經調整完畢，全體炮台射擊，直接不分你我的那一種。雙頭龍高達緊急回避，但還是沒能逃過這密集的炮火，直接被射飛了，離開了白色獠牙的視線。經歷了這一戰，雙頭龍高達全身是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張武飛還是繼續執行着自己的正義。剛好碰到了特列斯派被追殺，雙頭龍高達直接衝過去，邊衝邊射，開始攻擊白色獠牙的部隊。
由於數量太多，機能下降，雙頭龍高達被圍毆，但依然靠空手繼續攻擊。這種精神也感染了特列斯派的士兵，直接跟白色獠牙同歸於盡。接下來是最後一戰了，張武飛 vs 特列斯。經歷了上一場戰役，雙頭龍高達也耗盡了能量，推進系統也故障了，左手也沒法運作了。不久後，沙利和希羅來了，張武飛和雙頭龍高達也被回收，然後繼續出發。在沙利和希羅的勸說下，張武飛決定一起行動，還體驗了一下零式系統。不久後，也跟和平號會合，雙頭龍高達也完成了100%，中間也打了幾場戰役。由於是卡特爾主場，這邊就不說了。很快，殖民地和地球的戰役打響，由特列斯率領的部隊從地球趕來，面對的就是天秤座。只見托爾吉斯2雙手托槍站在前方。嘿，傑克斯，你有種出來單挑啊！特列斯說道。單挑？你腦子沒病吧？鬼他媽跟你單挑！傑克斯說道。那好吧，特列斯閉了閉眼。全軍聽令，前面那個長得像海膽一樣的要塞，我們去把它給拆了。在特列斯的命令下，全軍開始進軍天秤座。天秤座也放出了全部兵力，兩邊的軍隊開始混戰。此時，高達小隊也趕到了戰場。為了阻止天秤座發射主炮，和平號直接撞向了天秤座。按計劃是要進入天秤座，但張武飛掉頭了，畢竟他有他的事要做。就這樣，他來到了特列斯身邊。你來了，少年，特列斯說道。我是來搞清楚你的正義，張武飛說道。然後一刀砍爆敵機，然後一個龍爪把敵機丟了出去，撞爆另外的2台。這下沒有人妨礙我們決鬥了。托爾吉斯2開始射擊，雙頭龍閃避，光速反擊沒打中。來吧，特列斯說道。閉嘴吧你！直接一棍過去。被特列斯擋格，說道，在過去的年代，曾經有一個按鈕決定勝負的年代，而現在機動木偶同理，沒有人的戰鬥，不管是勝負都是悲劇。就你話多，張武飛直接砍擊，特列斯閃到後面，一腳踢了過來，然後把槍一卸，從盾裡抽出了光束軍刀。張武飛旋轉着3叉戟，一個衝刺，啊滋！當年你為什麼不殺我？張武飛問道。這個世界上了解我的人很少，所以我下不了手。特列斯回答道。你胡說！張武飛說完，舉起武器拍了過去，啊滋！我恨你，那我很享受。張武飛發起攻擊，特列斯格擋反刺。你個死話癆，打個架一直巴拉巴拉沒完沒了的。張武飛喘着氣說道。其實我一直記住所有戰死的人，有人類的戰爭，死亡不會白費。說完，開足馬力直接衝了過來，撞上了3叉戟，也以這種方式結束了戰鬥。在臨死前，也以滿足的表情感謝了這位了解自己的朋友，只留下了一臉不甘的張武飛。雙頭龍高達的戰役全部結束。由於這場戰役，這2個家伙基本一大半都在對話。至於對話的深度意義，他們其實聊了很多，只是我這邊的篇幅有限，刪了一大半道理性的對話。大家有興趣的，可以在評論區討論他們各自的道義理論。好，戰役講完，老樣子，我們來回顧一下它的武裝部分，一個一個的來。先是實彈類火神炮，這也是雙頭龍高達唯一的實彈類武裝。設計上完全沿用了神龍高達的設計，位置鎖定在頭部的2側。威力上、射速上其實沒有變動，核心定位就是牽制，穩定性很好。在動畫中，面對一堆炮台，就是火神炮的掃射，直接一排一排的滅。接着是防禦類盾牌，這是從神龍高達那保留下來的經典圓盾牌，塗裝上跟雙頭龍高達貼合，從左腕移植到左肩，性能上沒有縮水，依然是高強度的高達尼姆合金。防禦靠譜，攻擊靈活，能阻擋光束炮的直擊，也可以阻擋側面的物理攻擊。不過使用起來比較麻煩，需要側身的格擋。當然，它依然可以拆卸，當飛碟丟出去，但在動畫中幾乎沒有用過。接下來是格鬥類雙生龍爪，從神龍高達的單爪升級為雙頭龍的雙爪，這也是武裝的核心，堪稱宇宙近戰的绞殺王。它擁有3大進化。第一個就是攻擊效率拉滿，龍爪骨架展開的速度更快，伸縮的距離延伸，能覆蓋到中近距離，還能同時抓2台。第二個就是它的威力暴增，雖然龍爪的尺寸小了，但鋒利度、咬合度升級了，既能擒拿又能撕碎裝甲，
加上2側的火焰噴射器，威力提升了4倍。雙火齊噴的情況下，覆蓋範圍更廣，掃蕩據點更方便。接下來是光束類2連裝光束加農炮，這是雙頭龍高達新增的核心武裝，跟多方向推進翼一體化，也讓機體從純近戰升級到了距離戰，解決了死角問題，可以無死角的攻擊，連射能力強，炮軸可以自由旋轉，帶有類龍爪的活動關節，所以背部、下方、側面的敵機都能精準的命中，屬於是獨立射擊的牽制。最後一個就是它的雙頭光束3叉戟了，它代替了神龍高達的光束長槍。由於專為宇宙多機對戰設計，所以破壞力和實用性都直接翻倍，是雙頭龍高達的壓軸殺器。它的核心特點就是群戰無敵，控制靈活，握把的2端可以延伸變長，2頭能射出3叉狀的光束，既能正面突刺，又能反手掃蕩。同時對抗多台敵機幾乎不費力。由於3叉狀光束更大，刃面更廣，破壞力也遠超光束長槍。對於重型 MS 裝甲照樣1刀2斷。另外，雖然它的重量比光束長槍重，但依然流暢，單手雙手都能操控，砍劈、突刺、旋轉攻擊樣樣精通，大範圍格鬥基本可以無雙。好，本期的解析就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，請給我點個讚，這對我很重要。而下期沒想好，如果你有什麼想法，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。好，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。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 CM，我們下期見。